如果你最近几天划过手机，大概躲不开这2条消息。第一条，保加利亚盲眼预言家88万加，台湾媒体冠称盲眼龙婆，他留下的一则警告正在全球疯传。流传版本说，2026年11月，一艘巨大的外星飞行器将进入地球大气层，人类将完成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的外星接触。第二条，同一个名字，另一份预言说第3次世界大战将在2026年引爆，而网络流传的版本还替这场战争标上一个精确得可疑的长度，7个月。2条预言，同一个来源，同一个年份。更巧的是，照着流传版本的讲法去推算，2条线居然指向同一个季节，今年秋天。外星接触写明了11月。7个月的大战从流传版本抓的起点往后数，终点也落在秋天。这几个星期，从英国的小报、印度的新闻网站到美国的谈话节目，标题一个比一个耸动。而且这一次，媒体是把2条摆在同一篇里报的，上半篇讲外星飞船，下半篇讲3战倒数，结尾再补一句，专家提醒仅供参考。2条预言互相抬轿，恐惧翻倍，点击也翻倍。有媒体报道称，美国总统川普收到关于不明飞行现象的机密简报，消息一传出，万家的飞船预言在24小时内被推上多国热搜。台湾的社群同样没有缺席，新闻台做了专题， LINE 群组里那张写住11月之约的黑底图卡，你可能已经收过不止一次。有些流传版本甚至把台海也写了进去，说台湾海峡会是大战的引信。转发的人未必相信，但几乎没有人舍得不转。这波疯传有多大？打开影音平台，同一张 AI 合成的巨大母舰图，配上不同语言的旁白，英文版、西班牙文版、印地文版、中文版，内容几乎一字不差。留言区里，有人贴出家中长辈转来的讯息，有人认真发问11月是不是先不要安排出国，也有人只回了一句去年也是这样讲。一样的配方，一样的争论，每一年准时上演。一则没有出处的预言就这样长出了难以计数的播放量。而且这一次它不是单独出现，它跟另一条预言手牵手一起出现。这种2条线互相佐证的结构，正是它比以往任何一年都传得更凶的原因。单独一条预言是传闻，2条指向同一个秋天的预言看起来就像证据。标题的写法也在进化，早年的预言新闻还会在标题放一个问号，盲眼龙婆预言外星人明年降临，现在连问号都省了，直接写倒数还剩几个月。点进去，内文往往要到最后一段才轻描淡写补一句，该预言无法证实，恐惧放在标题，澄清藏在结尾。这是流量时代的标准排版。今天这支影片，我们把这2条预言摊在桌上，一条一条对账。预言的说法归预言，查得到的事实归事实。接下来你听到的每一个日期，每一笔记录，我们都会讲清楚它的身份，它是天文台的日历，还是流传版本的想象。这是这个频道的规矩，先预告结论的形状。这2条预言，一条在天文上对不上日历，一条在文献上根本找不到主人。但故事并不因此无聊，恰恰相反，因为当你把假的部分一层一层剥掉，剩下来的真实比预言本身更耐人寻味。一位真正来自星际的访客，此刻正在离开太阳系的路上。一股真正的战争恐惧，此刻正压在全球市场的心口。预言是假的，他踩中的东西是真的。这支影片就是要把这2者拆开来给你看。先看这波疯传是怎么滚起来的，时间线摊开，本身就很说明问题。2025年6月，中东开打，美军下场，第3次世界大战冲上全球搜寻榜。预言贴文的第一波流量来了。7月，天文学家真的抓到一颗星际彗星，外星话题有了新柴火。10月，彗星通过近日点，哈佛教授的外星假设炒上国际版面，第2波。年底，例行的万家明年预言清单出炉。2026年11月，外星接触赫然在列，2条线正式合流。到了今年，又传出美国总统收到不明飞行现象简报的报道，第3波，也是最大的一波。一步一步看下来，你会发现预言的热度
完全跟着现实新闻的节奏走，不是预言在预告现实，是现实在喂养预言。要对仗，得先认识这位当事人。巴巴万加，本名凡吉利亚，1911年1月31日出生在斯特鲁米察。那座小城当时属于鄂图曼帝国的边陲，今天位在北马其顿境内。巴巴不是名字，是保加利亚语里的老奶奶，是后来人们对她的尊称。她的童年没有任何神秘色彩，只有贫穷。12岁那年，一场猛烈的暴风，传说是龙卷风，把她卷离地面。家人找到她的时候，她的眼睛里塞满沙土，家里穷，拿不出钱动手术，她的视力就这样一点一点暗下去，最后完全失明。少女时代，她短暂进过塞尔维亚的盲人学校，学会用手指认字，学会操持家务。继母过世后，她被叫回家，一肩扛起弟妹的生活。那个年代的巴尔干，战争一场接着一场，边界改了又改，一个看不见的女孩在这样的土地上活下来，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而她接下来的人生，会让她从一个村庄的盲女变成整个半岛的传奇。而传奇的正反两面，接下来我们都会用得上。也是从失明之后，她开始说自己看得见别的东西，看得见失踪的人在哪里，看得见来访的人身后站着谁，看得见还没有发生的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的名声在巴尔干半岛传开。那是一个到处都在死人的年代，邮差送来的不是家书就是阵亡通知，无数士兵的家属跋涉到他的小屋，只为了问一句话：我的儿子还活着吗？他给的答案无从查核，但他给了那个年代最稀缺的东西，一个说法。传说1942年，保加利亚沙皇鲍里斯三世亲自登门求见。同一年，她嫁给一名曾经来问卜的士兵，随他搬到西南边境的小城佩特里奇，从此定居。战后，保加利亚变成共产国家，官方对宗教与神秘主义向来严厉，对万加的态度却异常暧昧。传说他因为预言了史达林的死期而被短暂关押，预言成真之后获释。据记载，1960年代起，保加利亚科学界设立了研究暗示现象的单位，派研究员长期记录他的对谈。国家后来甚至替他建立了接待访客的制度，求见要排队，要登记。据当年造访过的人回忆，他的一天像门诊，清晨开始，访客一个接一个，他多半只讲几句话，就换下一位。冷战年代，铁幕后面出了一位官方默许的预言家，这件事本身就是新闻，西方媒体的猎奇报道，反过来又把他的名声推得更高。传说访客要带一颗在自家枕头下睡过几晚的方糖给他，他握着那颗糖，开口说话。他晚年常在鲁皮特的小屋接待访客，并出资在那里盖了一座小教堂。据估计，他一生接待的访客超过100万人次，从政要、明星到平民都有。1996年8月11日，他因病过世，85岁。传说连自己离开的日期他都提前说中了。更有戏剧性的说法是，他临终前交代自己的能力会传给一位住在法国的10岁盲眼女孩。这个说法后来查无下文，但它完美示范了万家故事的传播模式，每一个段落都留着一个让人想往下传的钩子。让它被封为巴尔干的诺斯特拉达穆斯的是几个流传最广的吻合案例。第一个，库斯克号。流传版本说，他在1980年讲过一句话：库斯克将被水覆盖，全世界都会为他哭泣。当时听到的人一头雾水，因为俄罗斯的库斯克市是内陆城市，离海几百公里，怎么会被水覆盖？没有人当真。2000年8月12日，俄罗斯核潜舰库斯克号在巴伦支海演习时爆炸沉没，舰上118名官兵全数罹难。全世界的新闻台连播了1个多星期，无数人为他哭泣。第二个，911。流传版本说，他在1989年讲过，恐怖啊，恐怖！美国兄弟会倒下，被钢铁之鸟攻击。2001年9月11日，被劫持的客机撞进纽约世贸双塔，钢铁之鸟，美国兄弟倒下。事后回头看，每一个字都像对上了。类似的案例还有一长串，有人说他预言了车诺比，有人说他预言了苏联解体，有人说他预言了戴安娜王妃的结局。名单一年比一年长，长到后来，
几乎地球上每一件大事都能找到一句被归在他名下的话，难怪他的名字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回到全球热搜，听起来确实震撼。但请把事后回头看这5个字先收好，等一下我们要用它来开锁。现在进入今天最重要的一段，这一段可能会让相信预言的朋友不太舒服，但一个讲求查证的频道必须把它讲完整。88万家没有留下任何一份亲笔文字，他12岁失明，没有机会受完整的教育，不读也不写，他所有的预言都是口头讲的，由身边的人听过之后再转述出去。他过世之后，侄女克拉西米拉·斯托扬诺娃出书整理他的生平与谈话，成为后世引用的主要来源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就连这本被奉为权威的书，内容也以生平故事与谈话回忆为主，你在里面同样找不到那种1年1条标好日期的预言清单。换句话说，今天网络上每一条挂着万家名字的预言，中间都至少隔了一层转述，多数隔了好几层。原话是什么？哪一年讲的？对谁讲的？甚至有没有讲过？绝大多数查无原始记录。这不是本频道的猜测，而是研究他生平的人共同承认的困境。他的档案是一个用回忆拼起来的档案，而回忆是可以被改写的。说得更直白一点，要验证一条预言，你需要3样东西：原文、时间戳，还有讲出它的场合。万家的预言3样都缺，这不是他的错。他生在一个没有录音笔的年代，又看不见，写不了。但这也正是后人可以放心把任何话塞进他嘴里的原因。保加利亚本地的研究者与媒体人这些年一再提醒国际媒体一件事：万家生前接受过访问，国家档案里留有他的影像与研究记录，这些是查得到的。而在那些查得到的访谈里，他讲的多半是劝人向善、敬畏自然的话，笼统、缓慢，几乎听不到年份与日期。但每年在英文世界疯传的那种预言清单，1年1条，精确到月份的那种，在保加利亚的档案里根本不存在。清单是英文网络的发明，再被翻译到世界各地，包括翻译成中文传回台湾的手机里。一条预言环游世界1圈，每过1站就被加油添醋1次。翻译的过程就是预言变精确的过程。举一个示意的例子，假设原话是人类会遇到来自远方的访客，这样一句模糊的话，第1站被译成外星文明将接触人类，第2站被加上2026年，第3站被补上11月与大气层。每一站的改写者都只加了一点点，最后拼出一条万家从来没有讲过的预言。这不是谁的阴谋，是流量世界的自然演化，越精确的预言越好传。于是模糊的原话一路朝着精确变异。带着这把钥匙，我们来追第1条：11月外星接触。你去翻他侄女的书，翻当年研究单位留下的记录，翻保加利亚媒体的历年报道，找不到2026年11月这个组合，也找不到巨大飞行器进入大气层这样的描述。国际查证媒体追过这条疯传讯息的源头，得到的结论很一致，它最早出现在近年的英文小报与内容农场，行文用的全是句信。据他的追随者表示，没有任何一个版本拿得出原始出处。更关键的是，挂着万家名字的外星预言近年已经连续落空。流传清单曾说2023年地球会卷入外星冲突，没有发生。流传清单又说2025年外星飞行器会在一场重大运动赛事上现身，向全人类宣告存在，同样没有发生。同一个套路，年份换一换，又是一条崭新的预言，继续收割下一轮流量。至于流传版本里的台海冲突，答案一样，查无原文。把台湾写进去的是近年的中文内容农场，不是保加利亚的任何一份记录。这里可以教你一个判断口诀，往后看到任何预言新闻都适用。第一问，原文在哪里？有没有拿得出来的文献或录音？第二问，最早是谁报的？是档案库还是小报？第三问，同一个来源过去的记录落空过几次？拿11月之约来套一遍，原文没有，最早报道小报，落空记录2次。3个问题问完，答案自己浮出来。这3个问题比任何辟谣文章都好用，因为它不需要你相信谁，只需要你动手查。这套口诀不只适用于万家、诺斯特拉达穆斯，
珍妮·迪克逊，还有每隔几年就冒出来的新面孔，全部通用。预言产业的门面年年换，地基永远是同一块无法验证的口传，加上事后的对号入座。再追第二条，3战7个月，这条追下去更有意思，因为你会发现7个月这个数字根本不是万家的。查证报道指出，它出自另一位预言家，16世纪法国的诺斯特拉达穆斯。他的预言集里有一段4行诗，流传的译法是：大战7个月，人们死于恶行。近年的网络贴文把诺斯特拉达穆斯的7个月大战跟挂名万家的2026年大战剪在一起，缝成一条全新的复合预言。3战将在2026年开打，历时7个月。2位相隔400年，分属不同国家的预言家就这样被演算法缝成了同一张图卡。而前半段，万家预言过2026年爆发大战这件事，本身同样查无原文。研究者指出，能够追到他口中的战争相关内容，几乎都是笼统的冲突与灾难，没有年份，没有月份，更不会有7个月这种精确刻度。精确，恰恰是口传预言最不可能有的东西。顺带一提，诺斯特拉达穆斯那段4行诗，原文里还提到法国的城市名跟中东跟2026年一个字都沾不上边。4行诗被剪掉地名，剪掉语境，只留下大战7个月这几个字，再缝上万家的脸。这种剪裁手法值得每一个滑到图卡的人记住。还有一件事必须摊开讲，那些年年疯传的万家预言清单是有前科的。流传清单曾经言之凿凿，第3次世界大战将在2010年11月开打，核武将摧毁北半球，没有发生。清单又说2016年欧洲将几乎无人居住，欧洲今天还在，人也都在。清单的最后一条把世界末日定在遥远的5079年，留给谁去验证？没有人知道。每年12月，新一份万家明年预言准时出炉，旧清单里没中的项目悄悄消失，新的项目悄悄补上，没有人负责，也没有人道歉。这已经不是预言，这是一条内容生产线。万家只是挂在门口的商标，这条生产线的节奏精准得像上班打卡。每年年底正是隔年预言清单的初稿旺季，因为那是全球媒体的年终盘点季，读者最想知道明年会怎样的时候。你去查搜寻趋势，就会发现万家这个关键字的全球搜寻量每年年底年初准时冲上高峰，然后回落，年年如此，比任何天象都准时。那库斯克号跟911怎么说？同样用这把钥匙开。那2段神准的原话都是在事件发生之后才大量出现在媒体与书籍里，事发之前的文字记录、录音、节目片段至今没有人拿得出来。以库斯克号为例，那句被水覆盖的名言，目前能追到的最早出处全部是沉默之后的报道与书籍，事发前的任何档案里都找不到它的影子。2004年南亚大海啸之后，也同样浮出一段事后才被想起的话，说巨浪将吞没海岸，这不代表他一定没讲过。公平地说，无法证明有，也无法证明无。但口传预言就有这个特性，它永远在事后才被想起来，而被想起来的版本会自动朝着已经发生的事实靠拢。记忆是活的，它会替预言修图。还有一个更冷的问题值得放在心里，为什么疯传的总是万家？因为他在1996年就离开了。一位过世将近30年的预言家，不会出面否认，不会控告造谣，不会开记者会澄清，挂他的名字是零成本的。活着的预言家会失手，会被追问，会被要求解释。过世的预言家不会，他成了一个任人填空的名字，谁都可以把自己的恐惧与生意寄放在他的名下。好，诚实段讲完了。照理说，故事到这里可以收尾，2条预言，查无原文，散会。但真正值得讲的，从这里才开始。因为一条查无出处的预言能够疯传全球，靠的从来不是出处，是现实。它必须踩中真实世界的神经，才有资格疯传。而2026年的世界，恰好把2条神经都裸露在外面。我们一条一条对。第1条神经，战争。翻开真实的日历，不是预言的。加萨的战火从2023年10月延烧至今，中东的每一条战线都还冒着烟。
2025年6月13日，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目标直指核设施与军方高层，多名指挥官与核科学家丧生。伊朗以飞弹与无人机反击，两国的城市第一次互相承受对方的火力。6月22日凌晨，美军 B-2 轰炸机长城奔袭，钻地弹砸向福尔多、纳坦兹、伊斯法罕3处核设施，美国正式下场。国际油价应声跳涨，全球航运公司连夜改道，各国紧盯荷默兹海峡会不会被封锁，因为全球大约1/5的石油运输就悬在那条窄窄的水道上。这场冲突前后打了12天，6月下旬停火，国际媒体称之为12天战争。以色列的防空警报，伊朗的深夜爆炸，全世界第一次在直播里看2个中东强权互射弹道飞弹。停火一路维持到今天，但核谈判走走停停，每一次卡关，每一次互相指控，都让市场捏一把汗。同一时间，2022年2月24日开打的俄乌战争，打进第4个年头仍看不到终点。红海航道的攻击断断续续，东亚的军事张力，台湾的观众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有感。第3次世界大战这7个字，在2025年6月那几天，是全球社群平台共同的搜寻关键字。而就是在那个当下，万家与诺斯特拉达穆斯的名字一起冲上热搜。7个月大战的图卡开始在各个语言圈疯传。恐惧需要出口，预言永远是最现成的出口，而且这个出口不用钱，转发就好。对台湾来说，这条神经还要再敏感一层。中东打起来，油价涨，航运改道，出口成本跟着动，加油站的数字隔1个星期就有感。更不用说流传版本硬是把台海写进了剧本，于是同一张图卡在欧美下的是核战，在台湾下的是家门口。恐惧是会在地化的，预言的翻译者永远知道每一个市场最怕什么，但把对仗做完整，也要把分析界的主流看法摆上来。多数国际关系学者并不认为第3次世界大战正在路上，理由很直白，核威慑让大国互相绑住手脚。今天的世界也没有1914年那种一触即发的同盟网，会把区域冲突自动升级成世界大战。他们更常用的描述是多点延烧的区域冲突时代。这个判断不保证永远正确，但它至少提醒我们，战争风险是一个可以被分析的问题，不是一个只能被预言的谜。把恐惧交给分析，好过交给图卡。那么7个月是怎么指向秋天的？流传版本的算法是这样的：如果大战在2026年春天全面引爆，往后数7个月，战争的终点就落在今年10月到11月之间，刚好跟11月的外星之约撞进同一个窗口。也有另一派流传版本，反过来算，把终点锚定在年底，往回推出秋天开打。甚至还有版本说，外星飞行器的降临正是大战在秋天戛然而止的原因。2条预言在故事里完成了合体，一艘飞船终结一场大战，剧本比电影还工整。你发现了吗？不管哪一种算法，秋天都一定会被算进去，因为只要起点与终点抓得够松，7个月这把尺放在1年的任何位置都亮得出应验。同样的手法，你可以现场试一次，随便挑一个月份当起点，往后加7个月，得到另一个月份，然后翻翻那个月的行事历，保证找得到一件可以被说成应验的大事。这不是预言的神奇，是日历的必然。这是流传版本的算术，不是任何一份文献的记载。第2条神经，天上的访客，这一段是整个故事最值得讲的部分，因为它是真的，不是预言是真的，是观测是真的。2025年7月1日，设在智利的巡天望远镜阿特拉斯，全名小行星末期撞击警报系统，捕捉到一个高速移动的暗点，轨道一算出来，天文圈安静了几秒，双曲线轨道，意思是它不受太阳引力束缚，不绕太阳公转，它不是太阳系的居民，它从别的恒星系统来，路过一趟，然后永远离开。消息公布的那个星期，全球各大天文台的排程表被连夜改写，夏威夷、智利、加纳利群岛的巨型望远镜轮班追踪，太空里的哈勃与韦伯望远镜也先后转向。对天文学家来说，这是可遇不可求的样本，一块从别的恒星系统寄来的免费岩石，错过就是永别。人类天文史上
这是第3个被确认的星际天体。第一个，2017年的奥陌陌，形状像一根雪茄，不喷气却带着奇怪的加速度，到今天还在论文里炒。第二个，2019年的鲍里索夫彗星，行为像一颗普通彗星，安安静静路过。第三个就是这次的主角，编号 3I 的阿特拉斯彗星，以每秒将近60公里的速度冲进内太阳系。2025年10月初，它先从火星附近掠过，距离约3000万公里，火星轨道上的探测器同步拍下它的身影。10月29日，它通过近日点，12月中旬，它最接近地球，距离仍超过2亿公里。天文学家反复强调，它对地球没有任何威胁。太空望远镜的光谱分析显示，它的彗发富含二氧化碳，像一颗在异乡长大的老彗星。这是天文台的观测记录，不是任何人的想象。星际天体有多稀罕，值得多讲一句。太阳系里的彗星与小行星数以百万计，但它们都是自家人，绕着太阳转。从别的恒星系统飞进来的访客，在2017年之前，人类一个都没有抓到过。不是他们不存在，而是他们太快、太暗、太不按牌理出牌。等你看见，往往已经在离开的路上。所以每来一个，全球的望远镜都会放下手边的工作，转头盯着它看。这是天文学家的追星，追的是真的星。真正把它推上全球头条的是哈佛大学天文学家阿维勒布。这位教授从奥陌陌时代就主张，科学界不应该未审先判，把星际天体是外星科技的可能性直接排除。他还为此成立了专门搜寻地外科技痕迹的研究计划。这一次，他把阿特拉斯列为值得重点检验的对象，理由是几项确实存在的异常。它在接近太阳的途中出现朝向太阳的喷流，俗称反尾，罕见。它在近日点前后快速增亮，颜色一度比太阳还蓝。有研究团队回报，在它的彗发里测到镍的讯号，引发过一轮讨论。美国航太总署喷射推进实验室的轨道专家大卫·法诺基亚的分析更确认，它出现了无法单纯用重力解释的加速度。勒布在自己设计的量表上给了它10分制里的4分，0分是普通彗星，10分是对人类构成威胁的外星科技。4分的意思是异常到值得盯着，但远远不是结论。这里替不熟悉他的观众补一句背景，勒布是严肃的科学家，发表过的论文数以百计，他的主张在学界极具争议，但他坚持一件事，与其嘲笑问题，不如检验问题。他的同行大多不同意他的答案，却很难反对这个态度。天平的另一端，必须用同样的音量讲。主流天文学界的判读是，这是一颗彗星，一颗有点特别，但终究自然的彗星。反尾过去在别的彗星上出现过，非重力加速度，彗星喷气本来就会造成。第二位访客鲍里索夫身上也量到过彗发里的镍，近年在其他彗星上同样测到过类似讯号，增亮与变色都能用汇合挥发物质的成分解释。美国航太总署的公开立场从头到尾就是一句话，它是彗星，是自然天体。全世界绝大多数天文学家站在这一边，连勒布自己都反复强调，这是一个应该被数据检验的假设，不是一个信仰。科学允许大胆的问题，但答案只认证据，而且检验从来没有停过。从发现那天起，每一笔新数据进来，轨道模型就重算一次，光谱就重比一次。全球有数不清的研究团队抢着想推翻彼此的结论，这正是科学跟预言最大的不同。预言怕被检验，科学靠检验活住。所以目前的比分很清楚，异常存在外星科技的证据0。一颗彗星可以奇怪，但奇怪不等于人造。这2句话之间的距离，正是科学跟小报标题的距离。然后疯传开始了，小报把3个元素叠进同一个标题：万家的11月飞船，勒布的外星假设，阿特拉斯的真实存在，再配一张 AI 合成的巨大母舰图。盲眼预言家说中了吗？问号放得又大又红。但这里有一个致命的破绽，只要看一眼轨道图就会发现，阿特拉斯最接近地球是2025年12月，已经过去了。2026年3月，它掠过木星一带，此刻正头也不回地加速离开太阳系，越飞越远。
再也不会回来。到了2026年11月，也就是流传版本说好的赴约时间，他早已远在木星轨道之外的深空。如果11月之约指的是他，那这位访客不但没有赴约，还正背对着地球狂奔。有些贴文被指出这个矛盾之后，干脆改口，说飞船会在深空掉头回来，11月准时报到。这下连轨道力学都省了，反正剧本永远可以加页，日历对不上，方向也对不上，这条连结在天文上不成立。这也是天文台的日历，不是任何人的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同样可以先讲。阿特拉斯会越来越暗，直到连最大的望远镜都追不到，然后花上几万年飞向下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他留下的数据够天文学家分析好几年，关于异乡彗星的成分，关于别的恒星系统怎么制造行星。而如果有一天真的要让科学界改口说那不是彗星，需要的证据也很明确，他得自己转弯，自己加速到喷气解释不了的程度，或者发出讯号。这些到今天为止一项都没有出现。顺便回答一个很多人心里的问题，如果真有一艘巨舰要在11月进入大气层，瞒得住吗？瞒不住。天文学是全世界最藏不住秘密的行业。一个天体被发现，轨道数据会上传到国际通报系统，全球公开，任何一个业余天文迷用架在顶楼的望远镜都能复核。全世界有几十万双眼睛日夜盯着天空，第一个发现异常的大概率不是哪一国的国防部，是某个在阳台熬夜的观星者，而且他会在10分钟内把照片传上网。真正的外星接触如果发生，流程也不会是预言里那种午夜降临，它会是一连串枯燥的步骤，观测、复核、多国天文台交叉确认，然后才是公告。换句话说，外星接触不可能是一场只有预言家提前知道的秘密，天空是公开的。这句话是对抗恐慌最好的一句话。讲到这里，你可能也注意到一个规律，疯传的预言题材永远是那几样：战争、末日、外星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共用同一种情绪原料，对失控的恐惧。战争是人间的失控，末日是自然的失控，外星人是宇宙的失控。3种失控，随便挑一种都能让滑动的手指停下来。而2026年的特别之处在于，3种原料同时到货，中东的战火是真的，星际的访客是真的。于是一条把它们缝在一起的预言传播力等于3者相乘。那么最后一个问题，2条来路不明的预言为什么会不约而同指向今年秋天？把所有资讯摊开之后，答案其实不神秘，可以拆成3层。第一层，秋天的日历本来就挤。2026年的秋天，现实世界确实挂着几个不会挪动的硬日程。11月3日，美国期中选举投票日写在法律里，一天都不会挪。台湾自己的地方大选按往例也落在11月下旬。北京的秋季全会按近10几年的惯例，多半落在10月下旬到11月初。每年9月，联合国大会各国领袖轮流上台，而在那之前，天上还有2个记号。8月12日，日全食，全时带从北极圈压向冰岛和西班牙。16天之后，8月28日，月食接力登场。天象本身不决定任何事，这一点必须再讲一次。但把日食当成凶兆是跨越文化的古老习惯。古代中国叫天狗食日，要敲锣打鼓把它赶走。巴比伦的泥板上也刻着日食与君王命运的对照表。几千年过去，习惯还在，只是从泥板搬到了手机。当现实的秋天本来就挤满节点，任何漂浮的预言飘过来都很容易被定在这个季节上。预言不需要准，它只需要停在一个本来就很紧张的月份。而11月在北半球的预言传统里本来就有特殊地位。白昼变短，天黑的早，年关将近，选举与大会挤在同一段古老的历法里。这是收割与清算的季节。预言选在11月降临，跟鬼故事选在深夜开讲是同一个道理。把2条线放上同一张时间轴，你会看得更清楚。8月2场石像，9月联合国大会，10月下旬到11月初，北京的闭门会议窗口，11月3日，美国投票，11月下旬，台湾投票。这是真实的秋天，每一格都查得到。
然后流传版本把2张贴纸贴了上去，一张写住大战终局，一张写住飞船降临。贴纸可以贴在任何地方，但贴在一张本来就密密麻麻的日历上，看起来就特别像命运。第2层，数字的魔术。还记得库斯克号沉没的日期吗？2000年8月12日，今年的日全食也是8月12日。听到这里，你心里是不是轻轻动了一下？先别急，筑起鸡皮疙瘩，这正是人脑的出厂设定，一年365天，2件大事撞在同一个日期的几率远比直觉高得多。统计学有一个著名的例子，一个房间只要有23个人，就有超过一半的几率有2个人同一天生日。日期的重合是数学的日常，不是天意的签名。心理学称之为模式偏误。我们的大脑是一台为了找规律而演化出来的机器，在草丛里错认100次老虎，都好过漏看一次。7个月的尺，11月的约，8月12日的重合，都是同一种材料。随机之中必然出现的巧合，被叙事捡起来，擦亮，摆上供桌。这种集体倒数，我们其实亲身经历过一次。2012年12月21日，玛雅历法的所谓末日，当年全球媒体倒数，电影都拍了，台湾的新闻台也连线到深夜。结果那一天，太阳照常升起，隔天大家照常上班。14年过去，还记得那场末日的人已经不多，但当年的恐惧是真的，跟今天围绕11月的恐惧一模一样。末日过期之后，从来不会有人回收恐惧，只会有人发行新的。第3层，焦虑需要一个日期。战争的新闻看不到尽头，物价、选举、AI， 每一样都让人心浮。漂浮的恐惧最折磨人，因为它无处安放，也无从倒数。而预言做的事，说穿了只有一件，把漂浮的恐惧装进一个具体的日期里。11月，秋天，7个月，有了日期，恐惧仿佛就有了形状，有了形状，仿佛就能倒数，能倒数，仿佛就能控制。台湾的观众应该还记得，去年那场7月5日的大灾难预言，一本日本漫画的梦境记录，让整个东亚的社群倒数了半年，机票退订，航班减班。结果2025年7月5日当天，什么也没有发生。那一次，日本的气象单位罕见出面喊话，提醒民众现行科学无法预知地震的确切日期。观光业者则眼睁睁看着部分航线的旅客在盛夏前缩水，一场梦境记录换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损失，这是预言疯传最具体的代价。日期过去，恐惧泄了气，然后呢？然后大家默默滑向下一个日期。演算法在旁边帮腔，因为恐惧的点击率永远最高。你多看一眼末日影片，平台就多推给你10部。更麻烦的是，辟谣影片的流量永远追不上造谣影片。恐惧是本能，查证是劳动，本能永远跑得比劳动快。这也是为什么同一条预言每年可以换一个年份重新收割，因为平台的记忆只有7天，而人的记忆经常也好不到哪里去。每年12月，新的预言清单准时出炉，旧的落空被悄悄遗忘，因为清单贩卖的从来不是未来，是此刻的安慰和此刻的流量。这里没有嘲笑任何人的意思，会转发图卡的人多半不是真的相信飞船，而是心里那句话找不到别的出口。最近的世界真的让人不安，预言只是替这句话找了一个夸张的说法。理解了这一点，你就能对群组里的长辈多一分温柔，也替自己多添一分免疫力。最后把账本整理一遍。2026年11月外星接触，查无原始出处，同款外星预言近年已落空2次，被硬连结的星际彗星，届时正在离开太阳系的路上，日历与方向都对不上，天文上不成立。3战7个月，数字出自诺斯特拉达穆斯的4行诗，与万家的连结是网络剪贴的产物，而万家本人预言2026年开战一事，查无原文，把台海写进去的版本同样查无原文。库斯克与911的神准全部是事后才浮出的口传，无法证明有，也无法证明无。对仗对到这里，2条线的判决可以各用一句话写完。11月外星接触，天文记录查得到的部分全部指向相反方向。3战7个月，文献记录查得到的部分指向另一个人，另一个世纪。至于那个最关键的问题，
万家到底有没有讲过2026？答案只能是4个字：查无实据。这是我们能查到的全部事实，一笔一笔都对过了。倒是本频道敢在这里留下一条自己的预言，今年12月，新版的万家2027预言清单会准时出现在你的手机里。这是整支影片里唯一敢打包票的预言。到时候清单上大概还是那几样：战争、灾难、外星人，再配1-2条科技突破当调味。你可以把这支影片存下来，12月拿出来对一对，看看套路有没有变。但有2件事同样是事实，必须并排放着。第一，一位真正的星际访客确实刚刚飞越我们的天空，而人类最顶尖的科学家确实为了他的几项异常吵到今天还没有停。随着新一代巡天望远镜陆续上线，未来几年这样的访客只会越抓越多，每一个都会带来新的问题，说不定哪一年真的会来一个解释不了的。到那个时候，第一个告诉你的不会是预言清单，会是天文台。第二，中东的停火确实脆弱到没有一个外交官敢替今年秋天挂保证。预言是假的材料，盖在真的地基上，这才是它疯传全球真正的原因。而对台湾的我们来说，秋天真正需要盯住的是那些查得到的日程、油价、航运、选举、停火线上的每一次谈判，这些才是会真实影响生活的变数。他们不需要预言家，他们写在新闻里，写在账单上。11月很快就到，日历上的每一格都会照着自己的节奏翻过去。美国会投票，台湾会投票，阿特拉斯会在深空继续远去，望远镜会继续追着它越来越暗的尾巴。最大的几率是11月30日深夜，你回头想起这支影片，笑一笑，又是平安的一年。然后12月，新的清单准时出炉，年份悄悄改写成2027，但科学史的账本上也留着另一行记录：奥默默来过，鲍里索夫来过，阿特拉斯来过，短短8年，3位星际访客。而在那之前，人类一个都没有见过。天空正在变得比我们以为的热闹。至于万家，撇开所有真假争议，他本人的故事其实比预言清单动人得多。一个12岁失去视力的女孩，在战乱的半岛上活成了一个时代的传说，离世30年，还被整个网际网路借用名字。她若地下有知，看到自己被安排在2026年11月接待外星访客，不知道会不会笑出来。所以今年秋天不妨偶尔抬头，不是为了等一艘不会来的飞船，而是为了记住一件事：真正的未知从来不写在预言清单里，它就挂在那里，安静的等着我们自己看懂。2026年的夏天，一个来自地球另一端的声音却悄悄把矛头指向了我们脚下这座岛屿——台湾。说这话的人是一位巴西灵媒，在西方世界，媒体给了他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称号——活着的诺查丹马斯。他叫萨洛梅，1986年出生在巴西一个叫圣塞巴斯蒂昂的小镇。据他自己说，他从小就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画面，那些画面常常把他笃信宗教的父母吓得不轻。后来，他靠着一连串准到发毛的预言走红网路。他预言过新冠疫情，在病毒爆发前就说过一个让人类停下脚步的阴影即将降临。他预言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的离世。他甚至被认为提前看见了川普的胜选与马斯克收购推特。如今，这位以精准著称的男人，把他2026年最沉重的一段话留给了亚洲，留给了台湾。他说，台湾将要迎来3重考验，3道关卡，一道比一道凶险。而几乎在同一时间，在大洋的另一端，那位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帕克又一次说中了：中国出事了。一场吞噬了168条人命的世纪大火，一场震动整个北京政坛的军中大清洗，还有一个被他在预言里反复提起的名字——习近平。帕克说，2026就是这个男人的宿命之年。你看，2位来自不同国度、不同传统，彼此素未谋面的预言家，竟然在同一个时间点把目光投向了同一片海域。这究竟是纯粹的巧合，还是某种我们还没看懂的征兆？今天就让我们把这2条线索一条一条的摊开，慢慢看个明白。我们先从巴西人的那3重考验说起。
其实，萨洛梅并没有指着地图喊出台湾这2个字，他是个西方人，他的预言散落在2026年一整年的访谈里，东一块，西一块。可是当我们把这些碎片一片一片捡起来，拼在一起的时候，一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这些原本毫不相干的预言，竟然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座岛屿，指向了我们。你可能会问，他到底还说了些什么，能让我们把线索拼到台湾身上？萨洛梅在2026年的预言密密麻麻，几乎覆盖了整个地球。他说亚洲会出现大停电，他说北极圈会成为新的火药库，北约与俄罗斯的角力会在那片冰封之地擦出火花。他说非洲的萨赫勒地区会陷入战火。他说波兰会遭遇一场金融危机，英国的王室会有大事发生。他甚至精准地点出日本会在第2季因为半导体库存见底而阵脚大乱。你发现了吗？这些看似天南地北的预言，有一条隐隐约约的线把它们串在了一起，那就是能源、晶片还有大国之间的角力。而这3样东西的交汇点恰恰就是台湾。第一重考验是黑暗。还记得2026年3月吗？萨洛梅在年初就反复强调，这是他最害怕的一个预言。他说3月12日到15日之间，太阳会向地球喷射出大量的带电粒子，也就是所谓的日冕物质抛射。他警告，这可能造成大范围的停电，让那些脆弱的电网瞬间瘫痪。他说得很坦白，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有一致的科学证据在支撑。太阳风暴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来得又快又突然，几乎不给你任何预警，而这只是黑暗的开始。萨洛梅在2026年5月又抛出一个更冷的词，他叫它隐形战争。他说，未来的战争不会再有坦克的轰鸣，不会再有军队的集结，它会悄无声息地降临，透过被污染的数据，透过瘫痪的网络，透过被刻意制造出来的混乱。他把这叫做选择性的情报黑账。攻击者不需要炸毁你的城市，他只需要让你看见一个错误的现实，就能让一个超级大国从内部瓦解。他甚至提到卫星，提到那些悬在我们头顶，维系着现代文明运转的卫星。一旦他们被打瞎，整个世界都会陷入盲区。萨洛梅还说过一个更让人毛骨悚然的词：3天的黑暗。他说他担心会有一种能瞬间瘫痪电子设备的攻击，像电磁脉冲那样，把一整片地区的电力、通讯、照明在一瞬间全部抹去。他形容那种场景是连续3天，整个世界陷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在那种黑暗里，没有电，没有网络，没有讯号，现代文明苦心建立起来的一切，会在几个小时内倒退回100年前。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样的黑暗降临在一座四面环海，能源几乎全靠进口的岛屿上，会是什么光景？我们连向外求援的讯号都未必发得出去。现在，请你想一想，这样的黑暗最先吞噬的会是谁？会是那些对电力、对网络、对海底电缆依赖最深的地方。台湾正好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我们是一座岛，我们的能源有将近 98% 要靠进口，我们的对外联系几乎全靠那几条躺在海底的电缆。2021年，我们经历过一次大停电，全岛数百万户人家在黑暗中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夜晚。那一次只是电网自己出了问题，可如果萨洛梅口中那场来自太阳或是来自人为的黑障真的降临，我们准备好了吗？这就是第一重考验，黑暗。或许有人会说，停电而已，撑几天就过去了。可是各位，现代社会对电力的依赖早已深到我们自己都难以想象的地步。没有电，自来水厂的抽水马达会停，城市的供水会中断。没有电，加油站的油泵打不出油，车子寸步难行。没有电，冷链一断，药品和食物会迅速腐坏，医院里那些靠机器为生的病人会陷入最危险的处境。没有电，通讯基地台撑不了多久，手机就会变成一块冰冷的铁。一座没有电的现代城市会在短短几天之内褪去所有的文明外衣。这正是萨洛梅那声黑暗警告最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方。第二重考验是咽喉。2026年，萨洛梅还说过一句话，当时很多人没往心里去。他说，
日本会在这一年的第二季遇上大麻烦，因为半导体的库存正在枯竭，工业生产会因此下滑，许多关键产业会陷入困境。半导体、晶片，朋友们，全世界都知道这4个字的中心在哪里，就在我们这座岛上。那些驱动着人工智慧、撑起整个数位文明的最先进晶片，全球超过90%都出自台湾。国际上有一个说法，把这叫做细盾，意思是正因为台湾握着全世界的命脉，所以没有人敢轻易动我们。这面盾牌曾经是我们最大的底气，可是你有没有想过，盾牌的另一面是什么？当全世界都把身家性命压在这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时，这片土地也就成了全世界最紧张、最敏感、最容易被盯上的地方。国际上的分析早就指出了一个残酷的悖论，细盾既可以是让人不敢动手的威慑，也可以变成让人非抢不可的诱因。一旦台海有任何风吹草动，哪怕只是一场拖长的政治危机，这条全世界最脆弱的供应链就会应声断裂。从云端的伺服器到你手里的每一只手机，整个世界都会跟着一起停摆。我们再往深一层看，全世界最先进的晶片超过90%出自台湾，而其中最尖端的那一部分几乎100%集中在这座岛上少数几座工厂里。这是人类工业史上从未有过的集中，整个数位文明的地基就压在这几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你的手机、你的电脑、你车上的晶片、医院里的仪器、银行的伺服器，甚至是天上的卫星，背后追根究底都连着台湾。这意味着这座岛一旦有事，停摆的不会只是台湾，而是整个世界。这既是我们最坚硬的盾牌，也是我们最致命的软肋。一座岛扛起了全世界的重量，这份荣耀的背后藏着多少我们不愿去想的风险。而萨洛梅那场隐形战争的预言在这里又一次对上了。他说，未来的攻击会瞄准银行系统，瞄准基础设施，透过病毒，透过勒索，让你连自己的银行卡都刷不出来。他甚至说，这种攻击的核心往往不是人口密集的大城市，而是那些科技被研发出来的地方。各位，把这句话放在台湾，是不是一下子就让你想起了新竹，想起了那座承载着全球希望的科学园区？一个高度数位化，把命脉系于晶片之上的社会，恰恰是这种攻击最完美的猎物。这就是第二重考验，咽喉，一个我们引以为傲，却也最无法承受被掐住的咽喉。而最让人不安的是，这种掐住咽喉的方式往往悄无声息。萨洛梅反复提到，未来针对金融与基础设施的攻击，会让人们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发现自己的银行卡刷不出来，转账转不出去，连买一顿饭都成了难题。一个越是数位化，越是把生活搬到网络上的社会，在这种攻击面前就越是不堪一击。我们享受了行动支付的便利，享受了万物互联的高效，可这份便利的另一面是，当网络被切断的那一刻，我们会比任何时代的人都更加手足无措。第三重考验是棋盘，这一重是最大的，也是最凶险的。2026年3月，萨洛梅说出了一段后来被全世界反复引用的话。他说，2026年的地缘政治棋盘上，美国正在对准支撑中国能源命脉的3根支柱出手。第一根是伊朗，他称之为眼前的目标；第二根是委内瑞拉，他称之为被吃掉的棋子；第三根是俄罗斯，他称之为停火的变数。萨洛梅说，美国真正的目的并不是要在军事上占领伊朗，而是要切断那些曾经源源不断流进北京炼油厂的廉价石油。换句话说，这盘棋从头到尾下的都是中国。而当我们回头看2026年真实发生的一切，会发现这盘棋竟然真的一步一步摆了出来。2026年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空袭，伊朗的最高领袖在这场打击中丧生，一场大战就此爆发。油价一度冲破每桶$100，全世界都跟着一起承受能源价格的剧烈震荡。而几乎在同一段时间，地球另一边的委内瑞拉，那位总统竟然真的被美国强行带走，成了萨洛梅口中被吃掉的棋子。至于俄罗斯，他在这盘棋里始终扮演着那个让人捉摸不定的角色。而这场大战最让全世界揪心的，
是那条细细的水道——荷默兹海峡。全球将近1/5的石油都要从这条狭窄的海峡通过。2026年的战火中，伊朗不止一次威胁要封锁这条咽喉。每一次风声传出，国际油价就像坐上云霄飞车，剧烈震荡。各位，台湾的能源命脉几乎全靠海上运来，一旦中东的油轮走不动了，最先感受到寒意的就是我们这种把能源全压在进口上的岛屿。电费会涨，物价会涨，工厂会喘不过气。萨洛梅那盘能源棋盘看似远在天边，可它牵动的每一根线，最后都绕回了我们的日常生活。3根支柱一一应验。萨洛梅看见的其实是一盘更大的棋。他说，2026年是一个新世界秩序诞生的关键之年。他预言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组成，后来又不断扩大的金砖集团会在这一年变得更加果断。他甚至说，有外泄的外交情报显示，沙乌地阿拉伯正在推动金砖集团绕开美元来进行交易。各位，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场围绕着能源与货币的较量，本质上是一场旧秩序与新秩序的对撞，而中国正是这场对撞中西方最想压制的那一方。萨洛梅还有一句话藏得很深，却最值得我们玩味。他说，未来大国之间真正的较量，不再是攻城略地式的占领，而是一种科技上的占领。意思是，你不需要派一兵一卒踏上对方的土地，只要掌握了对方的数据、网络、能源、晶片，你就等于掐住了他的脖子。这种战争没有硝烟，没有宣战，甚至连受害者都未必知道自己已经输了。请你想一想，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个地方比台湾更符合这种科技占领的所有条件？我们的晶片、我们的网络、我们的能源，每一样都既是我们的骄傲，也是别人眼中的猎物。那么问题来了，当美国把中国的能源命脉一根一根掐断，当北京的经济在重压下喘不过气，这股积压的压力最后会往哪里宣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被逼到墙角的大国，往往会把目光投向他认为最容易也最能证明自己的方向。而在这张棋盘上，台湾恰恰就坐在风暴的正中央。萨洛梅早就警告过，美国与中国之间，南海与台海是最有可能擦枪走火的地方。这就是第3重考验，棋盘，一张我们无法选择却必须坐在上面的大国博弈棋盘。黑暗、咽喉、棋盘，太阳风暴熄灭的电网，被掐住的晶片咽喉，还有大国博弈的棋盘。当我们把这3重考验并排放在一起，会不会觉得他们其实在诉说着同一件事？那就是2026年的台湾正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十字路口上。每一道考验单独拿出来，或许都还能应付，可如果他们在同一年里接踵而至呢？萨洛梅自己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2026年是人类一场严酷的学习过程，是一个新秩序的关键之年。他不是在吓唬我们，他是在提醒我们，有些考验避是避不开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别在它来临的时候毫无准备。警惕从来不是恐惧，警惕是清醒。好，巴西人的这条线我们先讲到这里，接下来让我们把镜头转向另一位老朋友，转向那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名字帕克。因为就在2026年，他又一次精准地说中了。中国到底出了什么事？我们先把时间倒回2025年11月26日，那个寻常的午后。那一天，香港新界大埔一个叫鸿福苑的老旧屋苑，一栋高层住宅的外墙维修棚架突然起火了。一开始只是一栋楼在烧，可是当天的香港正刮着干燥的东北季候风，相对湿度只有 40%到50%， 天文台甚至发出了红色火灾危险警告。风把燃烧的竹棚碎屑吹向了旁边的大楼，短短时间内，大火就吞没了这个屋苑8座大厦中的7座。鸿福苑建于1983年，到那一年楼龄已经42岁。8座大楼，每座31层，将近2000个住宅单位，住着4000多人，其中将近40%是65岁以上的长者。火灾发生时，
整栋的楼被密密麻麻的竹棚和绿色的防护网层层包裹着。那些防护网本该是阻燃的，可是当火苗窜上来的时候，外墙和棚架之间形成了恐怖的烟囱效应，火由下往上，由外往内连成一片，把整片天空都染成了血红色。这场大火烧了整整43个小时，到最后官方确认168条人命永远留在了那个冬天。一名年仅37岁、入职9年的消防员何伟豪在救援中误入了另一栋大楼的电梯，被困在30层，最终坠楼殉职。这是香港70多年来最惨烈的一场火灾。168这个数字说出来只是一瞬间，可它的背后是168个再也回不了家的人，是168个被生生撕开的家庭，有白发苍苍的长者，有正值壮年的父母，也有还没来得及长大的孩子。火灾之后，香港的街头巷尾摆满了市民自发送来的鲜花，许多人素不相识，却为这些逝去的生命红了眼眶。一座座原本充满烟火气的家，在一个午后化为焦黑的废墟。而最让人难以释怀的是，事后人们才渐渐明白，这场夺走168条人命的大火，许多人本不必逝去。如果那些防护网是合格的，如果那些警报是正常的，如果那些该守的规矩没有被贪婪吞掉，这个冬天本可以是另一个样子。事后的调查揭开了一个更让人心寒的真相，那些本该阻燃的防护网被抽样检测后发现，20个样本里有7个根本不合格。更有人怀疑，有人刻意把不合格的便宜材料混进了合格的棚网里，以躲避检查。而这一切的背后指向了2个字：贪腐围标。一个由各方利益勾结、层层转包、偷工减料织成的黑网。火灾之后，香港廉政公署与警方接连拘捕了数十人，从工程顾问到承建商，从叛头到中间人。而随着调查一层层深入，更多让人心寒的细节被一一揭了出来。据报道，这个老旧屋院的整修工程造价高达数亿港币，可围绕着这笔钱早就埋下了重重纠纷。有人质疑，真正花在防火安全上的预算少得可怜，与这场工程的天价造价完全不成比例。更有前任保全主管透露，早在火灾发生大半年前，大楼的火警警报系统就已经被关闭。施工期间，居民屡屡投诉有工人在棚架上吸烟，这些足以致命的警讯却一次又一次被轻轻放过。一根被忽视的烟头，一个被关掉的警报，一张被偷工减料织成的网，最后酿成了一场吞噬168条人命的人间惨剧。这就是中国出事了。可是这跟帕克又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大了。让我们再把时间往回倒一点，倒回2024年的年初。那个时候，鸿福苑还好端端地立在大埔，没有人能想到1年多以后会发生什么。可就在那时，帕克在他的节目里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他看见了一个画面，一栋大楼在香港燃烧。他说那不是漫山遍野的大火，而是几栋高楼在烧。他反复地问自己，这是恐怖攻击吗？这是有人纵火吗？这背后是不是藏着某种政治目的？他说他看见指责的手指指向四面八方，他感觉这场火的背后一定有什么政治上的东西在搅动。各位请记住这几个关键词：香港、几栋高楼、火、政治、指责。1年多以后，当鸿福苑的火光映红香港夜空的时候，帕克自己也愣住了。2025年11月27日，也就是大火发生的第2天，他打开了节目，把当年那段预言重新播放了一遍。他坦诚自己的时间算错了，他在2024年初就看见了这个画面，却怎么也对不准它发生的时刻。他说，预言这种东西就像隔着一面模糊的镜子去看，你能看见轮廓，却看不清细节，尤其是时间。可是细节呢？细节准得让人发毛。帕克当年说，他看见的是高楼，是纵火般的火势，是政治的阴影，是四处指责的手指。而鸿福苑正是高楼，正是那场因人为疏失与贪腐酿成的悲剧，正是那场引发了廉政公署立案调查，
把无数双手指指向利益勾结的世纪大火。更巧的是，帕克在播报时还特意把这场火和当年伦敦那场夺走数十条人命的格伦费尔大楼火灾相提并论。而在真实世界里，香港人自己也正是这样把鸿福苑比作香港的格伦费尔。一个远在英国的灵媒在1年多以前就看见了这一切，你说这是巧合吗？我们不妨把帕克当年那段话再仔细咀嚼一遍。他说的不是一栋楼失火，而是好几栋高楼连在一起烧。鸿福苑正是8座大楼里7座被火吞没。他说他反复怀疑这背后藏着纵火，藏着政治目的，而鸿福苑事后查出的正是一张由贪腐与围标织成的黑网，是足以惊动廉政公署的世纪弊案。他说他看见指责的手指指向四面八方，而火灾之后的香港，愤怒的矛头确实指向了承建商，指向了叛头，指向了那些该管却没管的人。一个细节对得上，可以说是巧合，可当这么多细节一个接一个地对上，我们还能心安理得的把它仅仅当成巧合吗？而比说中了更让人不安的是帕克对这场火的解读。在那段2024年的预言里，帕克并没有把这栋燃烧的大楼当成一个孤立的意外，他把它当成了一个信号，一座灯塔。他说这栋莫名其妙起火的高楼是他通灵时的一个路标，他指向的是一连串即将围绕着中国发生的大事。他说了什么？他说习近平病了，他出了点状况，但被掩盖了起来。帕克说他感觉习近平得了某种严重的病，可这件事被严严实实地压了下来。他紧接着说这一切都在指向一场中国的第2次革命。他看见的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分裂，是足以动摇整个政权根基的裂痕。但他特别强调，他不认为习近平会死，他会活下来，可掩盖会一直存在。帕克所说的第2次革命并不是指一夜之间的改朝换代，他描述的更像是一种由内而外缓慢却不可逆的松动。他说他看见那个曾经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庞然大物正从内部一道一道地裂开缝隙，有人领不到薪水，有人投诉无门，有人对着高高在上的权力第一次生出了愤怒。帕克强调，这股力量的源头不是境外，而是中国的老百姓自己，是他们对贪腐、对特权、对不公长久积压下来的不满。一座大厦的崩塌往往不是从屋顶开始的，而是从地基上那一道不起眼的裂缝开始的。帕克还说，来自中国的政治贿赂将会被曝光，他预言会有一场巨大的资料外泄，揭露出有资金悄悄流进了西方政客的口袋。不仅如此，帕克还预言中国将会对西方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网络攻击，目标是西方的银行系统。他说他看见人们的银行卡突然刷不出来，整个银行系统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而最诡异的是，他说这场攻击的病毒可能会透过一个日本的游戏公司，一款电玩产品，神不知鬼不觉地植入，先是潜伏，然后在某一刻突然一齐发作，一个藏在孩子们游戏里的病毒悄悄织进整个系统。这个画面是不是让你想起了萨洛梅那场隐形战争？两个人竟然又一次看见了同一种武器。而最关键的是，帕克把香港的这把火和另一个地方连在了一起。他说香港会再一次爆发民众的抗争，而这场抗争可能会和台湾的事情在同一年里一起发生。你听见了吗？台湾，又是台湾。帕克说香港的这场火会点燃民众心中积压已久的不满，他甚至预感这一次的抗争会被非常强硬地镇压下去。他在播报那天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就在大火还在燃烧，人们还在废墟中搜救的时候，中国解放军的驻港部队几乎是立刻就发出声明，说要守护香港。帕克忍不住问，他们说的守护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守护这座城市，还是守护别的什么？军队为什么来得这么快？这个疑问帕克没有给出答案，他只是把它轻轻放在那里，留给每一个看着荧幕的我们自己去想。帕克还补充了一个让人不安的细节，他说他预感这场由香港点燃的动荡可能会伴随着食物的短缺，人们会发现
货架上的东西突然变少了，原本理所当然的日常供应开始变得紧张。一座高度依赖外部输入的城市，一旦秩序被打乱，最先暴露出来的往往就是这种看不见的脆弱。帕克说，当人们连基本的生活都开始感到不安的时候，积压的情绪就会像那场大火一样，一点就燃。他没有把话说满，可那幅画面已经足够让人脊背发凉。一栋燃烧的大楼，在帕克眼里，从来都不只是一栋燃烧的大楼，它是一个时代崩裂的开端。那么，帕克口中那个崩裂的开端真的来了吗？让我们把目光从香港的废墟移向北京的权力中枢，因为帕克为2026年的中国还留下了好几段更具体也更惊人的预言，而这些预言正在一条一条地变成现实。帕克说，2026年的中国会进入一段肉眼可见的内部裂痕。他描述的画面是这样的：工人领不到薪水，债券被冻结，还会发生一场重大的基础设施灾难。他甚至猜测，那可能是一场铁路事故，或者是和三峡大坝有关的什么事。工人领不到薪水，债券被冻结。我们来看看真实的中国。2026年，中国经济的含义是藏不住的。官方把这一年的经济成长目标下调到了 5%， 这是习近平上任以来的最低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里，通缩这两个字出现了超过60次，这对一向措辞谨慎的国际机构来说，几乎等于是在公开示警。中国的房地产已经连续第5年走下坡。2026年5月，中国的零售销售额出现了自2022年以来的首次下滑，老百姓不敢花钱了。而那些地方政府背负的隐形债务，那些被称为城投债的庞然大物，规模早已大到让人不敢直视，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技术性递资不抵债，只能靠借新还旧，勉强维持。如果我们把镜头再拉远一点，会看到一幅更让人心惊的全景。有研究估计，中国的整体债务相对于它的经济规模比例已经高得惊人，并且还在不断攀升。经济学家用一个词来形容今天的中国经济 K 型，意思是一小部分人和产业还在往上走，可绝大多数的普通家庭和中小企业却在不断往下沉。两条线朝着相反的方向越拉越开，老百姓不敢消费，企业不敢投资，地方政府背着还不完的债。帕克口中那个工人领不到薪水，债券被冻结的中国并不是什么遥远的预言，它正在这片土地上一寸一寸地变成现实。帕克说的工人领不到薪水，债券被冻结，难道只是随口一说吗？而帕克最惊人的一段预言是这一句，他说2026年的中国会有一位高层官员神秘的消失，或者离奇的死去。他说这会是中共内部分裂的征兆之一。然后2026年的第1个月，整个世界都看见了。2026年1月，一则消息震动了整个北京政坛。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这位被视为军中实权人物，习近平多年盟友的红二代将领被查落马，与他一同倒下的还有中央军委委员刘振立。而这还没完，连同应急管理部部长王祥喜、前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孙少成等人在内，光是2026年的头1个月，中国就有10名现任与退休的高官被查。官方媒体自己给了他一个名字，猛打石虎。一位高层官员神秘消失，帕克的预言分毫不差。更耐人寻味的是，外界对这场清洗的解读。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整肃张又侠这样的实战派将领，并不是要削弱军队，恰恰相反，是要拔掉那些懂得战争代价的理性刹车，把整支解放军改造成一台绝对服从的战争机器。也有人说，这是习近平在为后习时代清除一切可能的威胁。无论哪一种解读，都和帕克说的中共内部的分裂和动摇政权根基的裂痕遥遥呼应。而这场清洗之所以让研究台海的人格外紧张，是因为它触动了一个更深的问题。国际上不少分析早就指出，解放军把2027年定为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外界普遍认为那是对台动武能力的一道门槛。可是有台湾学者警告，真正需要警惕的窗口也许不是2027，而是更早的2026。原因就在于
当一个强人把身边所有懂得战争代价的理性将领一个一个拔掉之后，剩下的就只有绝对的服从。一支只会服从却没有人敢踩刹车的军队，恰恰是最危险的。帕克说的那道动摇政权根基的裂痕，或许不只关乎中国的内部，它牵动的是整个海峡的安危。帕克说，习近平不会死，但他会被一层又一层的掩盖包围。他说，这个男人会活下来，可他脚下的地基正在一寸一寸地裂开。2026这个被帕克称为宿命之年的年份，习近平巩固了他的军权，却也亲手拔掉了身边那些最清醒的声音。宿命之年这4个字，帕克说得很重。在他的描述里，2026年对习近平来说是一个再也回不了头的转折点。在这1年之前，他还能在多种道路之间选择，可一旦走过这1年，许多事情就会像滚下山坡的石头，再也停不下来。他巩固了权力，却也让自己失去了退路。他扫清了异己，却也让自己再听不到任何不同的声音。一个身边只剩下附和的强人，看似站上了顶峰，实际上却把自己推到了最孤独也最危险的位置。这或许就是宿命2个字最深的含义。这究竟是权力的巅峰，还是崩塌的前夜？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回过头去看帕克一个更老也更让人脊背发凉的预言。早在很多年以前，帕克就说过一段关于中国的话。他说，他预感中国会爆发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的导火索会是台湾周边海域的一起事件。他说，这起事件再加上更多的环境灾难，会像一根火柴，点燃中国境内积压已久的火药桶。他预言，香港和蒙古会出现动荡，而这场革命不会像当年的阿拉伯之春那样血流成河，但会是一场人民对抗贪腐、对抗特权的巨大浪潮。对抗贪腐，各位，你还记得鸿福苑那场大火背后是什么吗？是围标，是贪腐，是利益的勾结。帕克在很多年前就说，中国的这场变局会由人民对抗贪腐而起，而2025年那场夺走168条人命的大火，恰恰把香港人对贪腐的愤怒推到了顶点。帕克还说过一个更宏大的预言，他借助印度那古老的纳迪叶棕榈叶预言，说在2025到2029这几年间，世界会经历一连串的战火与灾难。他特别提到了一场4国战争，虽然他始终看不清这4个国家究竟是谁。4国战争，能源棋盘上的伊朗、委内瑞拉、俄罗斯，台湾周边海域的事件，香港的火，北京的清洗。当我们把帕克这些散落在不同年份的预言和萨洛梅那3重考验并排放在一起的时候，一幅令人不安的图景渐渐浮现了出来。2位预言家，一个在英国，一个在巴西，他们从未合作，从未交谈，可是他们不约而同地看见了同一个画面，一个被内忧外患层层包围的中国，一座站在风暴正中央的岛屿，还有一个正在走向命运十字路口的2026年。这难道真的只是巧合吗？其实这样的不约而同在我们追踪预言的这条路上并不是第一次出现，我们见过太多次了。东方古老的谶纬和西方神秘的通灵异象常常在同一个时间点指向同一件事。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们都看见了同一条时间的河流，只是各自站在不同的岸边。也有人说，这不过是人类在动荡年代里共同的焦虑投射。无论你信哪一种解释，有一个事实是摆在眼前的，2026年的世界确实正在以一种让人喘不过气的速度发生着巨变。中东的大战，委内瑞拉的变局，中国经济的寒冬，北京军中的清洗，香港的世纪大火，这些都不是预言，这些都是已经发生，白纸黑字写进新闻里的事实。预言家们或许看见了轮廓，而我们正亲眼见证着这些轮廓一笔一笔地被填上颜色。我知道，讲到这里，很多朋友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但是我想请你先深吸一口气，因为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可能和你想的不太一样。预言从来都不是命运的判决书。我们做了这么多期节目，看过帕克说中的，也看过他说错的。事实上，帕克自己最大的一个失准，恰恰就和台湾有关。
他曾经预言，台湾海峡会发生一场碰撞，并由此引爆一场世界大战。而到今天，这场最坏的结局并没有发生。你看，就连预言家自己都会说，他是隔着一面模糊的镜子在看世界，他能看见轮廓，却未必能看清结局。这恰恰告诉我们一件事，未来并没有被写死。萨洛梅口中的三重考验，黑暗、咽喉、棋盘，他们是警告，不是宿命。一个提前知道太阳风暴会来的社会，会加固它的电网；一个明白自己晶片咽喉有多脆弱的岛屿，会努力为自己寻找更多的退路；一个看清了大国棋盘的民族，会更冷静、更清醒地走好自己脚下的每一步。预言最大的价值，从来不是让我们躺平等死，而是让我们在风暴来临之前，把窗户关紧，把屋子加固。我常常想，预言这种东西，到底是用来吓人的，还是用来救人的？如果一个人听完预言，从此夜夜失眠，惶惶不可终日，那这预言就成了一道诅咒。可如果一个人听完预言，回过头去把家里的灭火器检查一遍，把该存的粮食存好，把该加固的地方加固，那这预言就成了一份礼物。萨洛梅也好，帕克也好，他们反复强调的，从来不是要我们害怕，而是要我们准备。一个提前看过剧本最坏那一页的人，才更有机会把结局改写成另一个样子。这才是预言真正的意义。至于海峡对岸那个宿命之年，我们更应该明白，一个被内部裂痕、被经济寒冬、被反复清洗折磨的政权，它的每一个对外举动都可能因为内部的压力而变得更加难以预测。帕克说，习近平巩固了军权，却拔掉了身边理性的刹车。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误判的风险不讲反生。所以对我们而言，最好的应对不是恐慌，而是清醒地认识到，对岸越是内部不稳，我们就越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防线守牢。历史上有一个反复出现的规律，一个对内越是高压，对外就越容易强硬的政权，往往会在内部压力最大的时候做出最危险的选择。因为对一个被困在墙角的强人来说，一场对外的胜利有时候是转移内部矛盾最快也最有效的办法。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看着海峡对岸经济下行，军中清洗，内部裂痕一道接着一道的时候，我们的心反而要更稳，眼睛反而要睁得更大。对岸越乱，我们越要清醒。这不是要我们去恐惧一个邻居，而是要我们做好一个成年人面对风险时该有的所有准备。警惕是这个时代给台湾最珍贵的礼物。让我们再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一位巴西的灵媒，一位英国的预言家，为什么会在2026年同时把目光投向台湾？也许答案并不在玄学里，而在现实中，台湾本就站在这个世界最敏感的断层线上。我们握着全球的晶片命脉，我们坐在美中对抗的最前沿，我们的身后是一个正在经历剧烈阵痛的庞大邻居。预言家之所以看见台湾，或许正是因为台湾本就是这个时代所有矛盾与张力最集中的那一个点。他们不是在制造恐惧，他们只是把这个时代最尖锐的那根刺指给我们看。有时候我会这样想，与其说这些预言家拥有某种看穿未来的神力，不如说他们是一面镜子，一面映照出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层焦虑的镜子。当这么多人从这么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传统里不约而同地看向同一座岛屿的时候，与其惊叹于这份巧合，不如静下心来问问自己，这座岛究竟为什么会牵动这么多人的目光？答案其实一点都不悬，因为台湾本就站在这个时代所有力量交汇的正中央。看懂了这一点，我们面对的就不再是缥缈的玄学，而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现实。而面对这根刺，恐慌是最没用的，真正能保护我们的是清醒，是准备，是把每一个万一都想在前面的那份从容。电网要加固，供应链要有后手，社会的共识要凝聚，每一个人的心都要稳。预言说台湾将迎3重考验，那我们就把这3重考验当成3次把自己变得更强韧的机会。至于对岸那个宿命之年会走向何方，没有人能给出100%的答案。帕克说，习近平会活下来，
但他脚下的地基正在裂开。这究竟是一个帝国黄昏的开始，还是又一次有惊无险的渡劫？让我们一起睁大眼睛往下看。2026年才刚刚走过一半，下半年这个世界还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震撼？没有人知道。但无论风浪多大，请记得，我们脚下这座岛屿曾经一次又一次的在风暴中挺了过来。这一次，我们依然会。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正在悄悄伸进人类的大脑。有人不靠任何机器，凭着一个念头就能让密封玻璃罩里的物体移动。有人在众目睽睽之下缓缓飘离地面，飞过整座教堂。有人坐在没有窗户的密室里，却能准确说出几千公里外一座军事基地内部吊车与飞弹发射井的位置。而最让人脊背发凉的是，最近这几年，一种能直接读取你脑中念头，把你还没说出口的想法变成文字的技术，已经悄悄走出实验室。当一群顶尖学者开始用黑暗力量、思想入侵、认知自由这样的字眼来形容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时，我们不得不停下来问一句：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的思想真的还是我们自己的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回到很久很久以前，去看看那些被历史记录下来却无法被科学完整解释的怪事。今天这集，我们会一层一层往下挖，从会飞的修士到能停住心脏的家庭主妇，从中情局养了20多年的通灵间谍，到席卷全球榜首的读心播客，一直挖到如今实验室里那台能把脑袋变成打字机的机器。我提醒你，越往后看，会越觉得不对劲，因为你会慢慢发现，那个传说中的黑暗力量，可能根本不是什么鬼神，而是一种我们亲手造出来，却已经快要控制不住的东西。这集会比较长，也比较烧脑，但我保证，看完之后，你看待自己这颗脑袋的方式会不太一样。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我们先从悬浮说起。在所有超自然现象里，一个大活人在光天化日之下飘起来，是最难造假，也最让人无法接受的一种。毕竟移动一根火柴，你还可以怀疑藏了细线，可一个成年人整个飞上半空，又该怎么解释？而在西方历史上，最著名的飞行案例发生在一位修士身上。他叫古柏蒂诺的约瑟，出生于1603年的意大利南方，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家庭。他小时候被认为又笨又怪，常常张着嘴发呆出神，连被送去当鞋匠学徒都做不好，街坊邻居干脆就叫他笨蛋。可就是这个被所有人看扁的年轻人，后来成了天主教历史上最著名的飞行圣人，连太空人和飞行员的主保圣人都是他。根据当时留下来的记录，约瑟在做弥撒，在祷告，甚至在和人吃饭，手里还端着盘子的时候，会突然整个人腾空而起，悬在半空，有时候停留好几分钟才缓缓落下。最夸张的一次是在一场纪念圣方济各的游行里，他当着一大群人的面突然发出一声叫喊，飞上了天空，盘旋在人群头顶。等他回过神来，竟然羞愧地逃回母亲家里躲了起来。还有一次，几个工人正费力地想把一座沉重的十字架立进底座，怎么也立不起来。约瑟竟然飘了过去，轻轻松松把十字架搬起来，放进了底座。在教堂里，在餐厅里，无数人亲眼看着他从地上升起。你可能会说，这不就是中世纪的乡野传说，添油加醋而已吗？问题就出在这里，为约瑟的飞行作证的不是几个无名小卒，而是上百位身份显赫、有名有姓的人，包括贵族、主教、外国来的王公。有人统计过，关于他的宣誓证词和书面记录大约有150份，而且很多都发生在大白天。在众人面前，研究早期近代史的历史学家卡洛斯·艾里曾经很认真地研究过这些记录。他的结论是，这些飞行的描述太极端，发生的场合又太公开，几乎不可能是魔术道具或集体歇斯底里造成的。作证的人地位那么高，数量那么多，让这些证词显得格外可信。当然，身为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他最后只能诚实地说，这些证词看起来是真的，但一个人到底有没有真的飞起来，
这已经超出了历史学能回答的范围。更有意思的是，教会对约瑟的态度非常矛盾。一方面，他飞行的名声后来推动他在1767年被封为圣人；另一方面，他的上司其实很头疼，甚至责备过他，因为一个人随时随地会飞，实在太难管，也太招摇了。约瑟自己也觉得羞愧，他把自己这具不受控制、动不动就要往天上飘的身体自嘲地叫做那头驴子，还用苦修和折磨肉体的方式来惩罚他。你想想，一个能飞的人却为自己会飞而痛苦，甚至想尽办法压抑他，这个细节本身就比任何传说都要奇怪。如果是造假，他何苦要对自己的招牌绝活如此抗拒？如果说约瑟是宗教时代的代表，那么到了科学昌明的19世纪，又出现了一位几乎可以和他并列的人物——苏格兰通灵师丹尼尔·霍姆，活跃于1833年到1886年之间。和躲在教堂里的修士不同，霍姆是在上流社会的沙龙里，在众人围观的降神会上表演漂浮。他的传记作者说，他是那个时代最有名的人物之一。据说他漂浮了100多次，而且很多次是在光线充足，有多位可靠证人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不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房间。最有名的一幕发生在1868年的伦敦。据在场者描述，霍姆从3楼的一扇窗户飘了出去，悬在半空，又从另一扇窗户飘了回来。霍姆一生最让怀疑论者抓狂的一点是，他从来没有在他活着的时候被当场抓到作弊。许多科学家试图揭穿他，最后却一个个被弄得灰头土脸。当时最顶尖的化学家之一克鲁克斯曾经用各种仪器测试过他，记录到一些他无法解释的现象，这让克鲁克斯本人付出了不小的名誉代价。当然，后世的研究者并不买账。霍姆最权威的传记作者、历史学家彼得·拉蒙特在仔细研究了一辈子的资料之后，最后给出的看法是，霍姆是个骗子，只不过他的手法到今天都还没有人能完整解释。你看，这句话本身就充满张力。一个被认定的骗子，他的把戏却无法被破解，这正是整个灵媒时代留给我们最吊诡的遗产。其中最有名的一组测试发生在1871年，克鲁克斯把一架手风琴放进一个特制的铜丝笼子里，霍姆只用一只手碰着琴的一端，而那只手始终在所有人的视线之内。据克鲁克斯记录，笼子里的手风琴竟然自己拉动，奏出了曲调。在另一组实验里，克鲁克斯用精密的弹簧秤去测量一块木板，霍姆只把指尖轻轻搭在木板的一端，秤上显示的重量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仿佛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向下压。要知道，克鲁克斯当时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是发现了一种化学元素的大科学家。他坚持把这些观察发表出来，结果换来的不是赞誉，而是同行的嘲笑和孤立。直到今天，人们也说不清他到底是被一个天才骗子彻底愚弄了，还是真的撞见了某种科学还无法解释的东西。一个一流的科学家赌上自己的名声，也要说这是真的，这件事本身就足够让人沉思。其实在霍姆的时代前后，类似的灵媒一抓一大把，比如那位以掀桌子让物体在半空中漂浮闻名的女灵媒帕拉迪诺，也曾让不少科学家半信半疑。但他和大多数同行一样，最终都被怀疑论者和科学家逐一抓到了造假的破绽。除了西方，在东方的藏传佛教古老典籍里，也有不少关于修行者在深度禅定中悬浮的记载，描述僧人进入极深的专注状态后，仿佛可以暂时摆脱地心引力，安静地漂浮在离地数尺的地方。现代的怀疑论者当然会立刻提醒你，街头魔术师那种看似漂浮的把戏，其实只是一种利用视角错位的小技巧。网络上到处都是教学影片，看完你也能表演，所以问题就变得很尖锐。那些几百年前的飞行记录，会不会也只是同一类骗术？只是当时的人不懂门道。面对这个问题，科学家其实也有过大胆的猜想，有人甚至认真讨论过，这些人会不会是无意间操控了我们身体内部那种极其微弱、连接分子之间的范德华力，像调光开关一样，短暂地抵消了一部分重力。他们甚至联想到圣经里彼得在水面上行走的故事，怀疑那会不会也不是纯粹的神迹，
而是一种关于人类心智潜能的隐喻。这些猜想听起来很离谱，但它至少说明一件事，连严肃的研究者都不敢轻易把这些记录全部当成谎言一笔勾销。悬浮还只是让人惊讶，接下来这位主角则直接让2个超级大国都紧张了起来。他叫妮娜·库拉金娜，出生于1926年的列宁格勒，也就是今天的圣彼得堡。他不是什么神秘教派的人物，而是一位参加过2战、当过坦克部队成员的家庭主妇。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苏联妇女，却在冷战期间掀起了一场横跨美苏的通灵军备竞赛。故事是这样开始的，据说库拉金娜某天在家里无意间发现自己只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就能让信封之类的小东西移动。她形容那种感觉是体内升起一股灼热，沿着脊椎往上爬，然后延伸到身体之外。在一个无神论主导、公开排斥一切神秘主义的苏联社会里，研究这种东西其实是要冒风险的，但他的能力实在太引人注目。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超过25个受人尊敬的研究机构，包括苏联科学院和莫斯科大学，都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研究过它。为了排除藏线和磁铁的可能，科学家把要移动的物体罩在密封的玻璃罩里，甚至放进真空中。结果很有意思，在密封玻璃罩下，它依然能让物体移动。唯独在真空里，他什么也做不到，仿佛他操控的那股力量需要某种介质才能传递。1968年，一些拍摄他移动火柴棒、拨动指南针磁针的影片被西方研究者偷偷带出了苏联。画面里，他有时用手势，有时只靠眼神死死盯着，物体就开始挪动。据报道，他甚至能改变雷射光的路径，能把浸在盐水里的鸡蛋、蛋黄和蛋白分开。但真正让全世界倒吸一口凉气的是1970年的一场实验。在列宁格勒一所军事医学机构里，库拉金娜据说只用意念就让一颗刚刚取出泡在能维持跳动溶液里的青蛙心脏停止了跳动。在场的苏联医生用电极监测着心跳，整个过程花了7分钟，而他自己的心率在这期间急剧飙升，光是准备就花了20分钟。接着他又试图反过来加快房间里一位对他充满怀疑的医生的心跳。2个人都接上了心电图机，一个能用意念停住心脏又能拨快心脏的人，这在当时听起来简直就是行走的武器。这种能力对他的身体是巨大的折磨。医学检查显示，他在展示这些能力时承受着极大的压力，脉搏一度高到每分钟200下，体重会在短时间内下降，血糖也会紊乱。一位英国研究者赫伯特曾经报告，当库拉金娜用手碰了一下他的手臂，他感到一阵剧烈的灼痛，手臂上出现了一个烧伤的痕迹，整整8天才愈合。正是这些从铁幕后面流出来的影片和报告，让美国坐不住了。一位后来投奔西方的捷克生化学家还曾透露，苏联的通灵实验室正在试图把这种能力武器化。美国于是发起了一项联合情报评估，专门研究他们所谓的苏联精神能量威胁。经过2年研究得出的报告认为，苏联正在发展通过某种难以察觉的方式控制或操纵人类行为的方法，而他们对这一领域的投入极其庞大。也正是在这样的恐惧下，美国自己的通灵计划被正式推上了台面。当然，我们必须非常公平地说，怀疑论者对库拉金娜的指控同样从来没有停过。从一开始，最早邀请他进实验室的那位老教授的年轻助手们就坚信他是用看不见的细线在愚弄这位轻信的老人。后来校方甚至下令停止实验，批评者一直认为他可能藏了磁铁和细线，那些灼热和烧伤也可能来自他自己悄悄藏着的东西。一个关键的事实是，虽然苏联内部对他做了大量研究，但在他那些受监督的实验之外，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独立的实验室能在排除一切感官线索和作弊可能的严格条件下重复出他那种违反物理定律的效果。西方研究者来访时也注意到一些前后矛盾的地方，比如他明明能让一个方块移动，却无法影响旁边的骰子。换句话说，他到底是真有异能，还是一个极其高明又愿意忍受痛苦来维持表演的骗子？这个问题在他1990年去世之后依然没有答案。如果说悬浮和巨力
还停留在表演和展示的层面。那么接下来这件事就直接动用了国家机器，花的是真金白银。我们前面说过，被库拉金纳吓到的美国启动了自己的通灵计划。这个计划前前后后换过好几个代号，最有名的一个叫做星门。从1972年开始，一直到1995年被解密。美国的情报机构联合了著名的史丹佛研究院，在马里兰州的军事基地里，花了20多年的时间和大量纳税人的钱，认真研究一种叫做遥视的能力。什么是遥视？简单说，就是让一个受过训练的人，在完全不知道目标是什么的情况下，只靠一组坐标或者一个密封的信封，就用心灵去看见远方的某个地点、某个物体，甚至某个事件，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可解密文件里的一些案例，至今让人毛骨悚然。据说这个计划的成果曾被用来寻找被绑架的儿童，定位敌方的潜艇，甚至追踪一些逃亡的人物。这个计划的起点其实比正式立项还要早。早在1970年代初，史丹佛研究院的2位物理学家就开始私下测试一些声称有特异功能的人，其中包括一位后来举世闻名，能让钥匙和汤匙在镜头前弯曲的表演者。他们设计了一套叫做坐标遥视的方法，让受试者仅凭经纬度去描述远方的地点，据说准确的惊人。这些早期成果正是说服军方和情报机构掏钱的关键。在这个计划漫长的历史里，还流传着一些被反复提起的所谓战绩。比如有一次，一架在非洲坠毁、搭载敏感设备的军机遍寻不获，据说一位遥视者给出了大致方位，最后帮忙缩小了搜索范围，连当时的美国总统都公开提起过这件事。更传奇的是，一位主管陆军情报的高层将领，本人就是坚定的相信者。他甚至认真尝试过用意念穿墙，结果只是结结实实地撞在了墙上。这些半真半假的故事后来流传甚广，还成了一部知名电影的灵感来源。他们究竟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冷战焦虑下的夸大，至今众说纷纭。最著名的遥视者之一是一位前警察，叫普莱斯。在一次有完整记录的任务里，他被要求远程侦察西伯利亚一处秘密的苏联设施。他不仅描述了建筑的物理布局和功能，还准确说出了里面吊车、发射井和安全警戒线的位置。画出的草图后来和实际情报被认为有不少吻合之处。还有一个受访者更夸张，据解密文件记载，他在扫描苏联境内一个无线电监听站时，竟然报出了精确到秒的经纬度坐标，接着描述了那个地点周围的地形，海拔大约6000多英尺，灌木丛、冻土地面的隆起、岩石的露头，以及坡度颇陡的山脉。这种精确度是巧合还是真的看见了？而星门计划里最离奇的一场任务发生在1984年，一位被称为遥视者001的退役军人乔麦克莫尼格尔接到的任务是去看一个坐标以及一个时间大约100万年前的火星。他事先完全不知道这个坐标指的是哪里，更不知道时间设定。结果他描述出了高大的结构，类似金字塔的建筑、沙尘暴一样的天气，甚至还有他认为住在地下濒临绝境的某种高大生命。在这个计划的后期，还有更不可思议的任务，比如有遥视者被要求去寻找传说中的约柜，据说他画出的草图竟然和圣经里的描述惊人的吻合，描述出一个用木头、黄金和白银做成，形状像棺材，上面装饰着天使般造型，被藏在中东某个潮湿黑暗地下的容器，附近还有圆顶建筑，以及说着某种语言、穿白袍的人。说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这简直神了？先别急，我们同样要把另一面讲清楚，这也是这集最重要的态度。星门计划最后是怎么结束的？它是在1995年被中情局自己组织的一次外部审查之后正式关闭的。审查请来了不知情的外部行为科学家来评估，结论非常冷酷。在20多年的时间里，遥视从来没有提供过任何一条能让情报部门真正拿去采取行动的可靠又准确的情报。那些听起来很准的案例，往往是事后从一大堆描述里挑出来的，而大量不准、模糊、互相矛盾的描述则被人们选择性的忽略了。这在心理学上叫做选择性记忆。所以对于遥视，
今天主流科学界的看法是，这是一个耗费巨大，最终被认定为没有实用价值的项目。它既留下了一堆让人浮想联翩的解密档案，也留下了一个冷静的教训。人类太容易记住那些碰巧说中的部分，又太容易忘掉那些说错的部分了。好，到这里为止，我们聊的还都是过去的故事，是传说，是冷战，是已经被关闭的计划。你大可以松一口气，告诉自己这些都是上个世纪的奇谈，和今天的生活没什么关系。但接下来，我要把话题转到当下，转到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上。我必须提醒你，真正的思想入侵从这里才刚刚开始，而且这一次它是真的。有同行评审的论文，有上市的产品，有正在被通过的法律。我们先看一段更黑暗的历史。早在1953年，美国中情局就启动了一项极度机密的精神控制计划，试图用药物、催眠和各种手段操控人的心智。这段历史后来部分解密，震惊了整个社会。也是在同一段时期，苏联被发现用微波长期照射美国驻莫斯科的大使馆，这就是著名的莫斯科信号事件。它直接催生了美方一个研究微波对生物和行为影响的潘朵拉计划。后来人们发现，苏联当时的真正目的可能是电子干扰和窃听，而不是控制心智。但那种被看不见的射线笼罩的恐惧已经种下了。1961年，美国神经科学家弗雷第一个发表论文，证明了一个真实存在的现象：短脉冲的无线电波能让被照射的人在脑袋里听到咔嗒声和嗡嗡声。这后来被称为微波听觉效应。到了1973年，一位叫夏普的研究者，据说在一所陆军研究机构里，成功地把词语直接以调制过的微波传进了自己的脑袋。到了2002年，美国空军甚至为这样一种技术申请了专利，描述一种能把声音绕过耳朵直接送进人脑的装置。正是这些真实存在的研究，加上那项精神控制计划的阴影，催生了一个延续至今的现象。世界各地有不少人坚信，有人正在用无线电波把声音和念头塞进他们的脑子，逼他们做事。他们把这种技术叫做脑对脑传输。对此，我必须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你，主流医学和心理学界的看法是，这些自述被攻击的人，绝大多数其实是在经历一种未被诊断出来的状况，比如幻听或妄想。那些声音来自他们自己的大脑，而不是来自外部的射线。微波听觉效应确实存在，但它和那种能往你脑中持续灌输完整语句，甚至远程操控你行为的科幻武器，完全是两回事。把一个真实但极其有限的物理现象夸大成无所不能的精神控制机器，正是恐惧最喜欢走的那条路。包括近年来被热议的一些外交官出现的不明症状，至今也没有确凿证据证明那就是某种定向能武器在攻击大脑。所以对这类说法，我们既不全盘否定背后的物理基础，也绝不轻信那些被无限放大的阴谋版本。可是故事到这里出现了一个惊人的反转。就在人们以为读心只是患者的幻觉，只是冷战遗留的都市传说时，真正的读心术却在一个谁也没想到的地方悄悄诞生了，那就是严谨的戴着白手套的神经科学实验室。2023年，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研究团队公布了一套他们称为语义解码器的人工智慧系统。它能做什么？它能把一个人大脑的活动转换成连续不断的文字。受试者只要躺在功能性磁振造影机器里听一个故事，或者仅仅在心里默默地想象自己在讲一个故事，这台机器就能解读出他脑中内容的大意，输出成一段文字。注意，他读出来的不是一字一句的逐字稿，而是意思是你正在想的那件事的大概轮廓。它不需要在头颅里植入任何电极，是完全非侵入式的。它背后用的正是和那些大型聊天机器人同源的人工智慧模型。这套技术原本的善意目的是帮助那些中风或渐冻症患者，虽然意识清醒，却无法开口说话的人，重新与世界沟通。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区别，值得我们特别留意。过去要想精确地读取大脑，往往得动手术，把电极植入颅骨内部。这类侵入式的技术虽然精准，却有很高的门槛和风险，愿意接受的人也少。
而这套系统最让人不安的地方，恰恰在于它完全不用开刀，只靠在体外扫描就能读出意义。这意味着读心这件事的门槛正在被大幅拉低。曾经你的念头之所以安全，是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在不切开你脑袋的前提下看见它。这是一道由生理结构提供的天然的防火墙。可是当机器隔着厚厚的头骨就能勾勒出你心中所想的轮廓时，这道天然的防线就出现了一道细小却致命的裂缝。研究者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在公布成果的同时也反复强调，必须在技术真正成熟之前，就先把保护心灵隐私的规则建立起来，否则一旦失控，后果将无法挽回。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除了把念头变成文字，另一条研究路线正在尝试把大脑看到的画面直接重建出来。研究者让受试者观看一张张图片或一段段影片，再用人工智慧去分析他们大脑视觉区的活动，竟然能还原出一幅幅模糊却可以辨认的影像，重建出受试者刚刚看过的东西。更有团队把这套思路用在睡眠和回忆上，试图一窥人在梦境或想象中看见的景象。把这些研究线索拼在一起，一个从前只存在于科幻小说里的图景正在慢慢成型。未来某一天，你脑中的文字，你眼前的画面，甚至你梦里的场景，理论上都可能被外部的仪器读取，并转译成别人看得懂的形式。当然，现阶段这些技术都还很粗糙，需要受试者长时间躺着配合，离随时随地偷读一个陌生人的脑袋还很远很远。但科技进步的速度往往超出所有人的预期，这也正是为什么全世界最清醒的一批学者要赶在那一天真正到来之前，就先把警钟敲响。你可能会觉得这还不够准，还需要训练很久，每个人都得重新校准，所以离真正的读心还很远。那么2025年的进展会让你更不安。同一个团队在这一年发表了改进版，新的方法甚至能适用于那些无法正常理解语言的人，而且训练时间从过去的很多小时大幅缩短到大约1个小时。受试者只要躺着看一段没有声音的卡通短片，系统就能快速适应这个全新的大脑。换句话说，那道原本需要长时间个人化训练的高墙，正在被一点一点推倒。更让人震撼的是，2025年，日本的研究者公布了一种被称为脑中字幕的技术。它不再依赖大脑的语言区，而是直接解读大脑视觉区和联想区里编码着意义的那部分活动，然后用深度学习模型把这些活动变成一句句通顺的描述。也就是说，你正在看什么画面，甚至你闭上眼睛正在回忆什么画面，这台机器都有可能读出来，再用文字把它写成句子。研究者把它称为一种把意义画成地图，而不是模仿说话的全新解码方式。请你停下来仔细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几百年前那位飞行修士想要证明的，那位苏联主妇用念头停住心脏想要展示的，那些通灵间谍试图隔空看见的，本质上都是同一个古老的问题：人的心灵是不是独立于肉体之外的存在？在脑袋这层颅骨之外，有没有什么东西能进得来又出得去？而现在，人类第一次真的有办法把手伸进别人的脑袋里了。只不过，伸进来的不是鬼神，不是异能者，而是一台机器，一套演算法。连这些研究者自己都在论文里反复强调，随着这类技术变强，关于心灵隐私的伦理保障将变得极其关键，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说到这里，也许你开始有点怀疑，那些古老的超能力会不会其实一直都是真的，只是被科学傲慢地忽略了。正好，就在最近，这个问题以一种谁也想不到的方式重新点燃了全世界。2024年，一档叫做心电感应录音带的播客悄然上线。它的主题很大胆，声称一些重度自闭、无法说话的孩子竟然拥有心电感应的能力，能够读出父母和老师心里默念的词语，能说出藏在背后的卡牌花色，甚至能读出母亲正在默读的一本书里的字句。这档节目的数据才是最惊人的部分。它在2025年初一路冲上了美国和英国播客排行榜的顶端，一度把长期霸榜的那档超级热门访谈节目都挤了下去，至今仍稳居前列。
据信已经有数百万人听过他那些令人屏息的内容。为什么一档讲超能力的节目能红成这样？有人说，这反映了某种后疫情时代的集体心境，人们对主流科学说法的信任在动摇，对神秘和超验的东西越来越开放。但是我同样要把科学界严厉的另一面原原本本讲给你听，这非常重要。这档节目受到了大量专业人士的猛烈批评，核心问题在于它所依赖的测试方法是一种早已被广泛质疑，名叫辅助沟通的技术。在这种方法里，一位辅助者会扶着自闭孩子的手或手臂，协助他在字母板上选字。问题是，大量已发表的研究显示，真正决定打出什么字的，往往是那位辅助者本人，而不是孩子。这在心理学上是一种无意识的引导。美国的言语语言听力协会明确建议不要使用这类方法，认为它剥夺了当事人独立沟通的权利。批评者直言，这档节目把未经严格验证的东西包装成了无可辩驳的证据。换句话说，那些看似读心的奇迹，很可能只是辅助者在无意间把自己脑中的答案借孩子的手打了出来。所以对待这档现象级的节目，我们既要理解它为什么能打动那么多人，也要守住那条最基本的底线：非凡的主张需要非凡的证据。不过，这档节目的爆红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玩味的讯号。它之所以能在短短几个月内席卷数百万人，靠的不只是猎奇，更是它触碰到了许多父母内心最深的渴望。那些有着无法说话的孩子的家庭，太想知道自己的孩子内心究竟在想什么，太想相信在那道沉默的墙后面住着一个完整、丰富、能爱能懂的灵魂。这份渴望是如此真实，如此动人，以至于人们愿意暂时把怀疑放在一边。这也提醒我们，为什么关于心灵和读心的故事总能一次又一次抓住人类的心。因为在最底层，我们每个人都困在自己的脑袋里，都渴望被另一个人真正的、完全的理解，渴望那种心意相通，不必开口就能彼此明白的连结。心电感应之所以是人类最古老的幻想之一，正是因为它许诺了一种终极的、不再孤独的可能。而这份渴望有多强烈，当有一天技术真的能窥探内心时，我们可能就有多么措手不及。说到证据，这就要提到一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科学辩论。为了严格检验心电感应到底存不存在，研究者设计了一种叫做全浴场的实验。简单说，就是把接收者放进一种轻度的感官隔离状态，眼睛蒙上柔光，耳朵听着白噪音，让大脑处在一种放空的背景里，然后让另一个房间里的发送者努力把一张图片的内容用意念传给他，最后让接收者从4张图里选出刚才被传送的那一张。这个实验最迷人的地方在于数字，在纯粹靠运气的情况下，接收者猜中的几率应该是1/4，也就是 25%。 但是把几十年来大量的全浴场实验汇总起来分析，接收者的命中率稳定地停在 32% 左右，明显高于碰运气。著名的支持者迪恩·雷丁曾经把这种偏差算到极致，宣称命中率高到让这一切纯属偶然的几率是上万亿分之一。另一位心理学家贝姆更是把相关的研究发表到了主流的顶尖心理学期刊上，引发轩然大波。因为那意味着一群完全不熟悉这段历史的主流心理学家第一次正面看到了这些数据。但是请务必记住故事的另一半，怀疑论者的火力同样猛烈。心理学家布莱克莫尔年轻时曾满怀期待地拿到资助，跑去一位以实验结果惊人著称的研究者实验室学习，本想偷师，结果却亲眼发现对方在实验中故意违反自己设定的规则，几乎可以确定是在作弊。这让他从一个热忱的相信者变成了冷静的怀疑者。另外，当不同的研究团队试图去重复那些成功的结果时，命中率时高时低，难以复制。有人汇总出明显的效果，另一些人重新分析后却发现效果消失了。双方为了该不该剔除某些异常的研究吵了几十年。所以，关于心电感应，最诚实的结论或许是这样：存在一个微小的、无法用已知物理或生物机制解释的统计偏差，但它太弱，太不稳定，没有任何一个团队能够按照命令
可靠地把它重复出来。它既不肯被证实，也始终不肯彻底死去，就这样悬在科学的灰色地带里。好，我们绕了一大圈，从会飞的圣人讲到能读脑的机器，讲到席卷全球的读心播客，讲到争论不休的实验室。现在是时候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了，那个被顶级专家警告的黑暗力量到底是什么？我想答案可能和你一开始想的完全不一样。它不是教堂上空的漂浮，不是隔空遗物的异能，也不是哪个间谍的天眼，更不是什么读心的孩子。真正让今天最清醒的学者夜不能寐的是另外一件事，一件正在你我身边安静发生的事。请你听好下面这组真实的时间线。2021年，智利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把神经权利写进宪法的国家，明确保护公民的心灵隐私和大脑完整性。2023年，智利最高法院做出了一个被称为里程碑的判决，裁定一家美国神经科技公司必须删除它通过一款脑电头环从一位前参议员那里收集到的脑部数据。这是第一次有最高法院真的为心灵隐私动用了司法的牙齿。2024年，美国的科罗拉多州成为第一个把神经数据纳入隐私法保护的州，州长签署法案，承认大脑活动数据和指纹基因一样，属于最敏感的个人资讯。紧接着2025年，加州、蒙大拿州等地也陆续跟上，要求保护那些在医疗场景之外被各种消费级设备收集走的脑部数据。同年，美国医学会呼吁加强对神经数据的监管，几位参议员也联名要求联邦贸易委员会去调查那些可能正在剥削消费者脑部数据的公司。这场关于大脑的立法浪潮正在迅速向全世界蔓延。在智利之后，墨西哥、巴西等拉丁美洲国家也纷纷把神经权利的讨论搬上台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更是公开警告，神经科技和人工智慧的结合可能对人类的尊严和自由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并着手推动全球层面的伦理框架。在欧洲，西班牙早就把数位环境下的权利写进了宪章，其中就包含对思想自由的保护。回头看那桩智利的判决，它之所以被反复称为里程碑，是因为法院第一次明确认定，从你大脑里采集到的讯号不是普通的数据，而是触及人格核心的特殊资讯，必须受到最严格的对待。当一个国家的最高法院愿意为了一个人脑中的电讯号去命令一家科技公司把数据删除的时候，这背后传递的讯号再清楚不过。人类已经第一次集体意识到，最后的隐私堡垒就是我们的这颗大脑，而这座堡垒的城墙正在变薄。为什么这些国家和地区要这么急着立法去保护你的大脑？因为一份来自神经权利倡议组织的调查揭开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事实。在30家可以在网络上买到神经科技产品的公司里，有29家都能取得你的大脑数据，而且对这种取得几乎没有任何有意义的限制。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都能把你的脑部数据分享给第三方，只有不到1/5%的公司提到加密，承诺在数据外泄时通知你的更是寥寥无几。把这个事实和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些能读心的解码器放在一起，你应该已经看清那个黑暗力量的真面目了。它不是超自然的，它是技术的，它不是来自地狱，而是来自我们亲手建立的把人工智慧和神经科技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市场与权利。今天那些戴在头上声称能帮你冥想，帮你提升专注，帮你监测睡眠的设备，记录的正是你大脑的电活动。专家警告，虽然现在的设备读到的还只是比较基础的讯息，但配合上越来越强的人工智慧，它从这些脑电图案里能挖出来的东西正在指数级地增加。你不妨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你买了一副新潮的耳机，它号称能侦测你的专注度，在你走神时提醒你，你带上它工作，带上它睡觉，带上它玩游戏。它确实很好用，可与此同时，它也在日夜不停地记录着你大脑的电活动，而这些数据，根据那份冰冷的调查，很可能正被悄悄地传给你从未听说过的第三方。今天，它也许只能读出你是清醒还是疲倦。可是，当演算法越来越聪明，当这些零碎的脑电讯号被海量地累积，再交给人工智慧去寻找规律时，它能推断出来的东西
可能远远超过你的想象。你的情绪起伏，你对某个广告的真实反应，甚至你内心深处连自己都不愿承认的偏好和倾向。你以为你只是买了一副耳机，可你交出去的是一扇通往你内心的窗户。这不是遥远的科幻，这是已经摆在货架上正在发生的现实。当一台机器真的能把你没说出口的念头变成文字，当你的脑电波可以像你的浏览记录一样被收集、被分析、被打包出售的时候，那个延续了几百年的问题就有了一个全新的也更可怕的版本。问题已经不再是思想入侵到底可不可能，答案是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可能了。真正的问题变成了谁将被允许伸手进你的大脑，而你又还剩下多少说不的权利。推动这些法律的学者尤斯特说过一句很关键的话：人的心灵不应该成为一个任人买卖的市场，神经数据应该得到和基因生物特征一样最高级别的法律保护。一个人是否愿意把自己的大脑活动贡献给人工智慧去训练，那必须是主动选择加入，而不是一个被默认勾选、被偷偷拿走的设定。在他看来，如果思想真的可以被记录、被分析、被出售，那么那些为指纹和信用卡号设计的传统隐私法可能早就过时了。我们需要一整套全新的关于认知自由的权利。所以你看，从1603年那个为自己会飞而痛苦的笨蛋修士，到列宁格勒那个用念头停住心脏，自己心率却飙到200的主妇，到马里兰基地里那个闭着眼睛看火星的退役军人，再到今天躺在扫描仪里被机器读出心中默念的普通人，人类其实一直在追问同一件事：我们的意识究竟有没有边界？而历史给出的答案正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发生最彻底的翻转。过去，我们渴望突破那层颅骨，向外伸出心灵的触角，去看、去听、去飞。如今，我们却不得不反过来，拼命守住那层颅骨，因为这一次是别人想要伸手进来。那些古老的悬浮、聚力和透视，最后或许都会被证明只是传说，或是高明的骗术，又或者是某种我们至今无法理解的微弱偏差。但他们背后那个关于心灵与肉体界限的问题，却意外的在这个人工智慧的时代变成了最紧迫的现实。那个被顶级专家反复警告的黑暗力量，从来就不在遥远的彼岸，不在地狱，也不在外太空，它就坐在你我每天戴上的耳机里，藏在那些承诺要读懂你情绪的设备中，潜伏在每一份你随手点下同意的条款背后。它没有獠牙，没有利爪，它只是一行行安静运行的程式码和一份份你从来没读完的隐私协议。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也是这集真正想让你带走的东西。当有一天，连你脑海里那个最隐秘、从未对任何人说起的念头，那个你自己都觉得羞于承认的想法，都可能被一台机器读取，被某个你看不见的力量记录下来，甚至拿去交易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守住属于你自己的最后那一点点思想的自由？或者换个更尖锐的问法，当思想本身都不再是秘密的时候，所谓的你，所谓的自我，又还剩下什么？这个问题没有人能替你回答。我们留到下一集继续往下挖，挖一挖那些走在最前线的人究竟想用这把钥匙打开一扇怎样的门。